ROG， 那向来玩都玩得很的 ROG 的旗舰游戏本得是旗舰中的旗舰吧？来看看枪神9 Plus 超劲版。我手里的这一台还是最顶配的版本，那就是旗舰中的旗舰中的旗舰，英特尔 Ultra 9 275HX 和 RTX 5090。不过这台 RTX 5090在我台式机上面随便就能吃掉600瓦，笔记本你能顶得住吗？哎，别急，我知道大家都想看这一次移动端的5090到底是个什么水平。不过这个呢，我待会儿再讲，先给大家来看一个好玩的。噔噔，有没有找回以前用手机的快感？或者是盖板不用螺丝刀。假如现在呢，我要换个固态，你看这里有一个这个旋钮，我直接把这个转一下，然后这个固态就可以直接拿出来了，装回去也一样。内存条这里呢也是可以免工具拆装了，就往这边一拨，然后这个就可以拿出来了。但是 ROG 也怕有胆大的，直接打开就开败，所以你看，我现在把它盖好了之后，咱们先开个机，通个电。我们试一下，直接去把这个给拔掉。注意看这里的灯。好，我现在拆开，那断电了。不过啊，看起来这个功能是超级极客快乐机，但我觉得恰恰相反，人家家里面备着几套螺丝刀和撬片很正常是吧？我就想轻个灰，这时候就舒服了。说实话，给很多普通人一套撬片，估计都不敢随便动手，怕把里面的卡扣弄断了。而且这个盖板并没有牺牲多少外观 ，ROG 实在是太擅长搞夸张了。这一次的 A 面上面除了败家之眼之外，又增加了一片灯光区域，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拉风？官方名字叫做光显矩阵，主要是呢它可以自定义灯光效果，省事儿点就改个字什么的。得了 MVP。折腾点的话，你甚至可以丢个视频上去，甚至再复杂一点，做成这样。地面的灯条也从上一代的 U 型增加到了现在的一整圈，让你对面的人也知道你电脑中痕。这个外观小伙伴们可以打几分呢？而且接口也没有落下，之前老有人吐槽说枪神8的接口不够用，这一次在左侧额外加了个 USB-A 接口，现在左右侧加起来一共有3个10Gbps 的 USB 接口，这下接完鼠标键盘之后还留了一个接口做冗余，可以插点啥 U 盘。Type-C 更是重量级，2个雷电5接口，还有一个满血的 HDMI 2.1接口，还有一个3.5毫米耳机接口，这回接口真得够了吧？再说说散热能力，这一次枪神9把散热的风道给优化了，什么外域8伏都不用管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这烤机时间已经有12分半左右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CPU 和 GPU 的温度。CPU 大概是在88的样子 ，GPU 在73度左右。然后我们再用测温枪来看一下 ，WASD 这边是比较凉快的，大概是27、28度的样子。而这中间比较热的地方，最热的这个部分大概40度，30多到40度的样子。手摸上去的话是完全不会感觉到很热的，甚至这边还有点凉凉的。像这里的话就稍微有一点点热。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好了。我刚开始用枪神9的时候，还觉得有一些奇怪啊，明明这2块屏幕参数没什么区别，都是18寸 2.5K 的 Mini LED， 但总觉得这一次的新款更好看一些。仔细对比了一下，才发现还真是，枪神9的屏幕不会泛白，明暗上面的细节也都清晰了很多。我这里直接给你们放一段视频来对比一下。说回这一次的重头戏5090，既然是目前最强的移动端显卡，不得来一个最强显示器试试？双 4K 大玉屏启动，这才是双影齐进的完全形态好吧？这样子玩真的有点太爽了。而且你看啊，现在它这个帧数大概能稳定在6070帧的样子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一个7680×2160分辨率的显示器，这不随便玩。我这台 Ultra 9 275HX 加上5090移动端 ，TimeSpy 跑分在24500分左右。差不多是桌面端4070 Ti Super 的水平。我试了一下 AIDA64 和 FireMark 双烤20分钟，增强模式下双烤在230瓦左右的水平，显卡温度在80度左右 ，CPU 封装温度稍微高一点，在85度左右。而且这一次电源适配器升级到了380瓦，拉满也不担心掉电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想带砖头出门 ，PD 的话也能100瓦充电，不过应该也很少人想带它出门吧。其他几个模式的功耗我也放在这里了，感兴趣的也可以暂停看一下。
性能我直接选最近的性能杀手，荒野，玩起来是真的上头，但玩起来也是真下头。你看，从发售到现在，我已经干了120多个小时了，现在已经全成就外加主玩的武器全大毕业了。现在我就待在新人，等着下一波2.0的更新。下头在哪儿呢？这游戏的优化也是真抽象。我家里那台当时13000买的3080 Ti，玩起来甚至跑不到4K 60，不是？你看这个画质合理吗？这后来实在是忍不了了，换了个4070 Ti，来点小小的日常震撼了。这是巨吃配置。我这台枪神9在插电情况下，独显模式跑怪猎荒野，2K 分辨率开光追，最高画质，平均帧数可以跑到144帧，甚至接个4K 也能有90多帧，吊打我那台老电脑了，属于是。而且因为是507显卡，支持 DLSS 4的游戏表现会更好。我这里拿2077试了一下，在开启 DLSS 4之后，最高画质加光追可以跑到231帧，混合模式帧率会稍微低一点，2077可以跑到212帧，荒野可以跑到138帧，但为了随时切换，我觉得也够。你们会选啥模式？虽然说都买高性能游戏本了，那就更应该插上电当半个台式机来用。不过枪神9在离电的时候也有60瓦的性能释放，在离电模式下，赛博朋克最高画质也有75帧，荒野的帧数也有52帧，只要稍稍把画质调低一点，或是关个光追，也可以稳定在60帧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哪怕你出门在外，也可以完整的体验3A 游戏半个小时。毕竟电池再大的话，可就上不了飞机了。不过毕竟是90瓦时的电池，我试了一下极显加安静模式下面刷视频，满电续航时间可以达到3小时50分钟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想把它带出门，还得克服这个。毕竟凹具把这么多的硬件塞到一台笔记本，肯定和便携还是有点距离的，算是把整机克制在了一个还能背得动的范围。所以要我说的话，枪神9是一台更应该被当做台式机来看待的笔记本电脑，就很适合那种不需要经常搬运，但需要出差或者是换个驻地持续使用的人。顶级的硬件配置，保证你可以畅玩接下来几年内新出的3A 游戏。如果真把它带出门的话，说的夸张点，我觉得用它的外观吸引路人围观，会比在上面玩游戏更有意思。但无论是性能还是用来装起来，枪神无疑是目前最顶级的旗舰游戏本之一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 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